埃及这个国家面积大吗？很大，100多万平方公里。要知道孟加拉国才14万平方公里，人口比埃及还要多。结果呢，孟加拉国啥也没说，反倒是埃及在那哭着喊着说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根本养不活。按理说就这个面积，想养活1亿人简直是绰绰有余。但埃及却说自己不行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埃及横跨亚非2大洲，国土面积约为100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亿人。埃及是整个世界第14个人口破亿的国家，人口多也就意味着劳动力多，国家能吃上人口红利，经济能得到发展。按理说这可是天大好事啊！现在不知道多少国家就盼着人口增长了，但埃及呢却嫌人口实在是太多了，这究竟是为啥？埃及的面积是很大，但大有什么用？根本就中看不中用。上百万的土地，居然有超94%都是沙漠，全国1亿多人全都缩在那6%里面，能住的能用的地方完全不够用。不仅如此，埃及还是个极度缺水的国家。虽然家里有条尼罗河，埃及人的主要水源呢来自尼罗河，因为太过重要，所以尼罗河也被埃及人称为母亲河。但这条母亲河可不是埃及人独享的，它的上边还有个埃塞俄比亚。分好账后，埃及每年能获得600亿立方米水资源，但随着人口的增长，没有上千亿立方米根本打不住。最关键的是，尼罗河的水每年还在不断变少，没土地就没粮食，再加上没水，这1亿多人该怎么养活？埃及心里那叫一个愁啊！资源就这么多，然而人口实在是太多了，多到什么程度呢？单说埃及的首都开罗，人口高达2300万，占了总人口的1/5还要多。而且按照埃及的这个生法，等到了2050年，人口更是会膨胀到4000万人。庞大的人口也搞得开罗心力交瘁，交通、医疗、住房、电力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。一旦到了高峰期，路上就堵得不行，车根本就走不动道。而且为了挤进开罗，很多人搭起违章建筑，把开罗的城市交通等规划弄得乱七八糟。就这，人还是住不下，有的甚至不得已跑去种墓地。最主要的是，埃及人口变多，但能供给的粮食却没有多少。好在靠着旅游业收苏伊士运河路费啥的，能赚到一点小钱儿，自己种不出来，他们干脆拿着这些钱呢去进口粮食。但进口粮食贵呀，埃及人均 GDP 连4000美元都不到，很多人甚至没工作没收入，买不起怎么办？埃及人就想到了一招，在上世纪80年代，他们就搞出了一款廉价大饼，一张只要2分钱，而且40多年过去了，一直没涨价。靠着这张大饼，埃及勉勉强强抚慰住了埃及人的肚子。可问题是，这饼确实卖得很便宜，但却是国家通过补贴弄来的，一个饼的成本价就得要2毛5。虽然看着是不多，但要清楚的是，埃及人口多，每天消耗的饼子数量也多，光是花在饼子上的补贴就已经占到了埃及总收入的15%，这个负担可不小。人要是再多点，那其他行业还要不要发展了呀？每年花这么多钱在吃上，搞得国家都不能好好发展经济，埃及心里苦啊。他不是没有想过要给饼子涨价，可他敢吗？曾经有政府涨过价，然后他就下台了。既然不能涨价，那让人口变少就行了。其实早在上个世纪，埃及政府就已经注意到了人口问题，但架不住埃及人特会生，还是止不住的那种。因为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，埃及人普遍都有多子多福的思想，这种思想一时间是很难改变的。埃及政府也想强行推行计划生育，让国民别生了，但这种方式呢，很容易激起埃及人的逆反心理，最后得不偿失。所以他们也只能发出倡议，免费提供计生措施等来降低生育率。但从效果上来看呢，是有，但不多。至于埃及人为什么会这么疯狂的生孩子，除了是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外，另一方面还是因为埃及那糟糕的经济，而且这几年还在不断的下降，失业率更是居高不下。很多人之所以想着生孩子，也是为了多一个劳动力，多赚点钱。但问题是，就凭埃及的实力，压根儿就提供不了足够的岗位让这些人入职。到最后就陷入到越生越穷，越穷越生的死循环里，从而无法挣脱。而埃及呢，也因为受限于经济水平，这么庞大的人口实在是没办法安排，最后人口红利也是一口没吃上，反倒加重了自己的负担，加剧了粮食危机。另外，让这么一群精力旺盛又无所事事的人跑到街上瞎溜达的话，指不定哪天又闹出一场阿拉伯之春，给这个世界呢来点小小的震撼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点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